大家好，欢迎来到无相之境，为你搜罗各种宇宙小道消息，别人看不到的，我们偷偷告诉你。世有无相，万象藏形。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主题，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的小动物，它们到底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灵魂角色，在我们身边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你以为它们可能只是吃饭睡觉卖萌？其实很多你身边的猫猫狗狗，甚至野外的小动物都有自己的灵魂剧本，有的来陪你玩，有的是护你命，有的来照见你那些你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小秘密。今天我来给大家捋一捋都有哪些类型。目前咱们无相之境已知和总结的一共10类小动物。首先第一种是绝大多数的小动物其实只是普通的动物灵魂，它们来地球就是来体验动植物生活的，简单直接，吃睡玩繁衍生存，它们情感单纯，没有什么灵性，你喊它它可能也没有什么反应，理不理你都无所谓，眼睛有点空洞蒙蒙的，它们就是个简单的毛孩子，只是来投胎体验地球生活的。这类动物的数量占比非常大，绝大部分的昆虫、野生鸟类、鱼类、野兽、牲畜，甚至一些城市宠物，很多都属于这一类的动物。它们就像自然界中的草木、石头、风、鸟鸣一样的这些元素，是地球生态的一部分。它们只遵循自然本能生存，没有高级的灵魂意识，不承担个人或家族的业力，死亡后会回归地球动物意识场，不进入轮回系统。这第二类叫做动植物灵，这种动物可以是宠物，有时候可能只是野外偶遇的什么主动靠近你和你互动的小动物，比如说小松鼠、小兔子、小鸭子，它们的气场特别干净，靠近它你会觉得心一下安稳了，烦恼也变轻了。尤其是可能你刚好那天情绪低落沮丧的时候，它会悄悄靠近你，不用你喊，而且它特别喜欢待在有花有水有阳光灵气充沛的地方，天生跟自然磁场连得上，你盯着它的眼睛看，会发现清亮灵动，它们是自然界派来帮你放松情绪修补气场的小精灵，它们的陪伴感是温和安抚疗愈场域，靠近它你会自动松弛，不用互动它也默默地守着你，像个天然的疗愈空间。这类小动物呢，是源自于地球的远古灵魂，不过它们像小精灵一样的存在，有些时候会显化成不同的小动物来到你的身边。第三类就是灵兽守护灵，这类小动物脾气有一点点倔，它们的护主意识很强，你心情不好或者说是环境里有什么，它马上就会躁动了，尤其晚上床头门口它自己会过去守着，特别的敏感。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自己梦魇缠身，结果家里的猫突然跳上床趴在他的胸口，帮他迅速的清场，顺利从噩梦中缓过来。这种小动物气场像个护盾，会帮主人化解很多负能量的侵扰，它们的目光有气势，情绪很稳定，气场沉稳，跟普通小动物不一样，像个贴身护卫。这类的陪伴是保护式陪伴，它们是认你的，怕你受伤才会拼命的跟着你，他们就是天生来护你的灵兽。很多体质敏感的人家都会遇到这样的小动物投身来变成他们的守护灵。这类小动物一般会成对出现，比如说你家本来来了一只小猫咪，会因为它又袭来一只，他们俩一般是互相有灵魂契约的，一阴一阳。你观察它们，就算是同类性别的小动物，也会在能量上呈现阴阳的状态，就很像古代很多人家宅门口的一对守护的石狮子，调节和镇守阴阳的能量。第四类是图腾性契约灵兽，这个就有点像你灵魂里自己带来的灵兽小跟班，只认准你一个，别人碰都不行，你不在他就失控焦虑，他特别喜欢黏着你，情感依赖很强。这类就是情感依赖型的陪伴，离不开你，像个小跟屁虫，情绪投射特别强，你开心他也很开心，你情绪低落他也会觉得很丧，而且他还会守门口窗台高处给你布场，稳定气场，是灵魂结界的小能手。但这类小动物可能会对你有点占有欲，比如说当你表现你喜欢别的小动物的时候，
它会吃醋，领地意识很强。当你遇到那种情感波动很敏感，好像和你的情感无形绑定，可以感受你的悲喜的，一般就是这类小动物。它们是你前世誓约遗留的图腾兽和某个阶段的灵魂印记，今生继续选择守护你。第5类是护法灵，附体型的小灵兽。这种动物身上其实住着护法灵或者说是幽灵，它们的护场意识爆棚，而且护的不只是一个人或者说是主人，而是他所认定的一个场域和领地，跟这个主人有关的一个场域和领地。陌生人靠近或屋里有点异动，它会预警，比如说通过叫声来驱逐和提示，尤其是晚上风吹草动它都能听见。这种小动物不管外形有多软萌，但是它的气场会压迫感十足，让人不敢轻易招惹它。它对主人不会表现过度的情感依赖，而是满满的气场主控权，霸气外露，主打一个正场子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认识一只小狗，它是一只身形很小的吉娃娃，但是胆子极大，整个院子里的人听到它都闻风丧胆，轻易不敢靠近它，出了名的地狱恶犬。第6类就是救世院灵兽。这类小动物的特点是它们的气场有一点点古老，性格固执，执念超强。他们一般跟某个家族、宅子、血脉有特别强的缘分。比如说，有时候你家突然来了只流浪猫，怎么赶都赶不走，甚至可能主人都搬走了，它还会继续镇守那片场域。这类动物不会随着主人的迁徙而离开，有时候它也可能是梦里反复梦到的一只动物，可能是通过梦境在告诉你潜意识里跟它有关的誓约，很可能就是这类的救世院灵兽。它守护的是某段未了缘，或者说是家族的因果。第7类叫星际灵魂动植物灵。这种小动物的灵魂源头不是起源于地球，而是外星维度，一般都是高维度的意识。这种来地球的小动物灵性超高，气场干净的像水晶，它们会盯着角落、天花板、窗外发呆，像在和别的维度对话。你说话它能够全懂，共振力很强，气场高低它1秒就能感知，特别的聪明。星际灵魂小动物一般会选择跟随一些曾经有救援的星际种子来地球进行陪伴和疗愈的任务。你只要靠近它，整个人的心情能量场就会被悄悄提上去，就像个无声的小型能量净化器跟着你。这类星际小动物一般分成2种，第一种就是纯粹的疗愈陪伴型。这类小动物很像你生命里的高维陪伴者，它能在你失落、痛苦、焦虑的时候自己凑过来，用自己的气场轻轻把你笼罩住，情绪瞬间就稳了，哪怕你不说，它都知道你怎么了，像个看不见的能量医生，带给你温暖，随时给你调频治愈。但是它没有特别的正常、守宅或者说是护主的特质。另外一种是提平和不平行的星际小动物，你不用跟它讲话，不用摸它，只要它在房间里一坐，你心情就会好起来。它天生带一种轻盈、柔软又充满童趣的高频能量场，特别适合容易内耗、思虑太多、压力大的人。你会发现，只要它看你一眼，或者在你忙的时候跑过来卖个萌，哪怕你本身很生气、心烦意乱，也一下情绪就散了。它不一定是情绪敏感、温暖治愈的，但是它可能自带很高的配得感，非常的自信，有天然的乐观气息。你和它的接触就像一场灵性炼金术，你没觉察的时候，它就潜移默化把你卡在低频的那点情绪给悄悄转化提频，就好像它在你的身上种下了一颗向着更高频率生长的种子。星际小动物和地球上普通的陪伴和疗愈小动物不同，它的作用是主动调频和能量场同步疗愈。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用去专门感知任何灵异的动向和现象，也不用帮你挡煞，也不用和特别的地脉气口去链接，单靠自身的气场就能自动调动空间频率，把你从低频情绪里慢慢往上提。以后你身边要是有哪只小动物总爱对着角落、天花板、窗外发呆，甚至像冥想一样很容易安静地进入心流的状态，或者哪怕你啥都没有说，它就能有超强感知力，知道怎么跟你互动，让你觉得它好像天生带着某种智慧，说不定那就是宇宙给你安排的专属
小使者。第8类叫做灵脉微灵型，这种小灵体附在猫、狗、植物和石头上，表现就是突然黏着某个石头、井口、门槛不放，或者一个劲儿的往个窗台钻，就是总会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待着，目光迷离，气场忽远忽近，忽强忽弱，靠近灵脉口时气场瞬间稳定，表现就是特别喜欢黏在某种气口附近或者能量活跃的地方。他们喜欢藏在动植物身上，顺带借他们的身体调节守护那处的气脉稳定。第9类是野灵型护宅兽，这种一般不是宠物，他们喜欢守在某个院子口、水井边和山路上，有些是真实的小动物，比如说是野猫、野狗、乌鸦、蛇，有些是灵性显化出来的兽形意识体，他们自发认领某块地为自己的地盘，任何生灵靠近都要过他那一关，好像是一种拦路虎，领地意识超强，别人靠近立马炸场，能够感知阴煞灵异，稍有风吹草动它就像雷达一样，目光太压制，身形警觉，会主动防御清场。他们守的就是某个灵界结节点、阴阳通道口、古灵脉节点，或者说是前人布下的护宅阵眼，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凡是接近其领地或有灵异能量干扰，立刻爆发。哪怕只是一只普通的野猫，只要带这种属性，气场就会非常硬。所以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灵界小保安，没事千万别去招惹它哦。第10类比较少见，叫做召见型灵魂镜像灵兽。这种动物来到你的身边，不是来陪你，不是来护你，而是来召见你自己都不敢面对的东西，比如你的灵魂恐惧、前世创伤，你压抑着不敢承认的情绪，或者说是灵性的阴影。像我们家亲戚有一只猫，半夜他老会觉得这只猫眼睛红红的盯着他，看得他头皮发麻。其实是映照出他内心深处对鬼神、对自己前世作为萨满祭司身份的恐惧。这种动物不一定是宠物，很多修行人或者说是体质敏感，身边都特别容易遇到。他们像灵魂的镜子，逼着你去面对、去清理那些你不敢碰触的东西。我们来总结一下，绝大多数的小动物呢，都是普通的地球动物灵魂，过来体验生活的。它们是这里的原生物种灵魂，没有特殊的任务，也没有星际或灵性身份。怎么去区分普通动物和灵性动物呢？很简单，看它和人类之间是否有强烈的情感纽带、共振频率、特殊的事件串联，或者说是情感的沟通感知能力。如果有，10有8九就是灵性动物灵；如果没有，就是自然的生灵。比如说那种你随手在路上看到的小猫小狗，大部分就是普通生灵，只有当特别有灵性，跟你对视有感应，或者说是你3番5次偶遇，才可能是灵魂动物。它来不算是巧合，很多都是带着灵魂任务的。除了咱们上面总结的10类，如果大家还遇到过其他类型的小动物，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帮你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哦，欢迎大家一起探讨。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种生活灵性八卦、宇宙小秘密，记得点赞、收藏、关注我们无相之境。